不对的环境里面，其实你那个努力可能不会被看见。向上管理到底要怎么管理？讲到最后，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同时拿到 Google、Meta、Amazon、Airbnb 还有 Uber 等7间公司 offer， 就是你投7间，你7间都中。大家好，欢迎回到职涯我想问系列。今天我们频道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前 Meta 软体工程经理、微软资深工程师，现在是台湾领先的1对1职涯导师平台大大带我飞的创办人魏志强。我们先请志强学长跟大家打声招呼吧。感谢伟林的邀请，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学长，因为其实我是你的小粉丝许久，我很喜欢看你在 Threads 上面的发文。然后我知道学长本人其实非常谦虚，但是还是容我帮他介绍一下学长的背景。那学长过去是在台大资工念书，那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直接到美国 Stanford 进修，毕业后就直接留下来在美国工作，在微软还有 Meta 都有服务过。现在呢是大大带我飞的创办人，哇，整个是职涯的漂亮履历。比起这些头衔，我更期待的是今天学长可以和我们分享你自己在美国职场一路走来的思维，还有职场策略。那我相信呢，这一集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许多怎么样聪明工作，在职场中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的启发。那首先呢，我想要先从职涯定位这个主题开始聊。其实我过去自己在准备转职的过程中，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在思考自己的定位。那这边志强学长，我想问的就是说，对于目前还正在摸索的社会新鲜人，或者是他正在准备考虑转职的工程师来说，你觉得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到底要怎么定位自己，才能找到出适合自己发挥长处的地方？对，之前也有很多人问我说，我是不是应该找出自己的热情，然后再去看看说，我要找什么工作，就是比如说前端啊、后端啊或 whatever。但我觉得有可能，所以就是反过来，因为你如果没有真的去做过，你其实不太知道说自己到底会不会喜欢。因为有很多人在心里想说，可能我喜欢 UI， 那我就应该去做 front end。然后如果我不喜欢 UI， 我去做 back end。但是你真正去做那个工作之后，可能发现说，跟你想的其实差的蛮多的。如果你对某个东西有一点兴趣，其实可以先从那个地方去试试看。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你自然就会多花一点时间去做嘛。不然的话，你不喜欢，你就会不想做了。所以有兴趣多花一点时间去做，反而会在那边累积出多一点东西。所以像我自己以前刚开始是做 UI， 因为我也是想说，UI 好像很酷啊，你写 code 之后那个东西就在那里嘛，然后你每次一改那个东西就会改了，然后好像说做出很漂亮的东西，前面的确是蛮开心的，但是做了大概一阵子之后，就觉得说，好像怎么我的工作好像就是这个 button 移到某个地方，然后改个颜色，然后哪边又崩了这样子，就好像有一点没有以前那么开心的样子。虽然我还是很喜欢做这个东西，但是如果我没有那么开心了，我有没有对其他东西有兴趣？要不要我去做看后端看看？所以也是因为对那个有兴趣之后，就去做，然后自己觉得，做了一阵子之后，我觉得也是跟做方案一样，好像做了一个2-3年之后，就说好像又差不多每天都在改这个参数，改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就有说，那不然转去做可能跟 AI 相关的、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东西，因为那时候也开始有一些 ML 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有兴趣，就是从这个有兴趣去做，然后到真正去做它，然后了解自己有没有兴趣，然后有兴趣之后再继续做下去，会让自己的定位变得更清楚一点。至少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去想说，我做的时候我是不是很开心？很开心就表示说我会继续投入，然后去做更多的学习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或者是说我在做这个东西做了1-2年之后，有没有继续让我学到新东西，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然后在上面累积的东西，渐渐的就会变成你的定位。你一开始是先从 front end 开始，后来转到 back end， 那最后再转到做 machine learning 这个阶段。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一条 career path 你有去参考其他前辈，还是其实你就是自己一路慢慢摸索出来，就觉得说，我想试试看做这个，那我就且走且看。对，那时候没有参考，我觉得这条路应该不太常见，尤其是 machine learning 的部分。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参考别人这种职涯路径是一件相对容易而且风险比较低的路。但是刚才听学长这样讲，就是其实说一开始你要确定自己其实是保有热情跟好奇心的。那也跟我最近读到一本职涯的书有关，书的第1章里面也是讲说，如果你就是盲目的去追随你的热情，其实很容易迷失。我觉得你们英雄
所见略同。那我觉得刚才这一段话，我的收获就是你要持续的探索。那刚才其实我们聊到就是职涯定位，那接下来我想要聊聊转职技巧，因为其实很多工程师现在的正职工作就已经忙到爆炸，他们其实下班时间根本没有什么心力去准备找工作。你当初在微软工作的时候，你是要怎么准备你自己的正职工作以外，还去兼顾你的转职面试呢？首先一定会很累啦，最差的状况就是两边都搞得不好嘛，就是你工作也没找到，然后结果自己正职上班也没做好。对，所以我那时候给我自己定的是想说，我希望可以尽量不要影响到工作的状态。既然有在工作，就把工作当主轴，准备面试那个东西当成是一个支线任务。你其实把转职的战线拉得很长，把转职这部分融入在自己的工作里面，其实是比较长期投入的事情。学长当初在转职的时候，同时拿到 Google、Meta、Amazon、Airbnb 还有 Uber 等7间公司 offer， 就是你投7间，你7间都中，准备就是 long term 准备才会有这种，对，这也是运气的。那最后学长，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标准来去选你要去哪一间公司呢？其实最后是7选1，那你会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什么样子的指标来做决定？可能每个人跟每个阶段想要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我觉得没什么标准答案。反正我还在那时候，我不太确定现在怎么样。就微软的薪水相对其他 Tier 1 company 是稍微低一点，很大的考量当然是说，总的 package 到底钱是多少？除了现在拿到的这个 total package， 你还可以去考虑说，到底它以后股票上涨的一些潜力啊，甚至是你以后在里面升职，因为你升职也会影响到你股票发多少，跟你 total compensation 的东西。然后第二个重点其实是前面刚刚有提到说，我换到下一个工作，其实我想要去做 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东西。然后那时候的 Facebook， 他们那时候还有所谓的 bootcamp， 就是你进去可以去选说你最后想要在什么组去工作，完全没有手机的背景，你也可以去做手机相关的东西。我觉得那时候我有去考量说，我到那个地方想要做我想要做的工作，然后去跟每个公司聊说，这样子的可能性有多少？也可以去问自己说，我接下来这3-5年，在我想要学习成长的部分，在这些公司里面哪一间可以最容易让我做到？然后或者是最后一个是生活品质，因为有些人 maybe 不太 care about 那些钱，也不太 care about 学习成长，他觉得说我要去找个工作，然后有趣，然后我生活品质可以做得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从这3点来想。在外商面试中，最关键的准备重点是什么？我觉得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准备面试的时候，一直重复的去磨练这个 problem solving skill set， 清楚的表达你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很重要。拿到一个问题之后，首先你要先去定义这个问题，说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我真的要解决的，还是说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假命题，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不管是面试官或者是自己其实遇到问题的时候，去用这个方法去处理，我觉得对于 overall 的外商面试应该会蛮有用的。外商他们还蛮强调你整个思考过程，就是你就算讲出来的东西不是很 fancy， 你的简报也不是做的特别精美什么，但是他们很在意你说出来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然后你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然后试着不要害怕的讲出自己的想法，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人在职涯他遇到瓶颈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啊，不够厉害啊，那我就反而努力加班听老板的话，但是最后考绩还是普普通通，然后就觉得升迁机会都轮不到自己。那学长这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我？可能台湾教育制度不知道，就是说你就是一定要努力嘛，你事情做不好，不够努力，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的结果。但是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对的环境里面，其实你那个努力可能不会被看见，然后反而还会觉得说好像就是我自己做的不太好，所以是一个 lose-lose situation。我觉得其实我会建议大家一开始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在做现在这个工作，或者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到底开不开心，然后我从里面有没有办法得到一些能量。但这个不是说我每天上班都一定要超开心啊，或干嘛，因为你知道上班总是有很多鸟事嘛，所以你不可能说都能够一直很开心。但是因为你有兴趣，你喜欢，然后你去做，你把它做好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是我特别开心，然后我会想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做好。因为如果你3个月、6个月、1年，然后做的东西、工作都是不太开心，然后里面根本找不到这种可以提供给我正能量的东西，反而是从头到尾都在耗损，那有可能这个环境
境不一定适合我。然后另外一些可能有2个细节，你可以去想说，在这个环境里面，它到底能不能让我发挥或者是贡献我自己either是最擅长或者是最想做的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我在这里面到底还能学到什么东西。那如果你发现说，我过去这半年1年成长的非常非常的慢，你可能就要考虑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环境，可以从这几个点来稍微看一看。学长一路从就是你的 career ladder 也是爬得非常顺风顺水，但你观察到那些能够一路升上去的，你觉得他们有哪一些共同特质，或者是刻意培养出来的习惯？就是主动性，就是这个主动性不是说老板叫你做什么东西就马上冲去做，他自己会去找新的 opportunity 啊，或者是自己去找重要的问题来解决。你交给我这个工作，其实你背后想要解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我除了做你交给我这份工作之外，我能不能去再想想看说，我下一步做完这个东西的时候要做什么？这些有 proactiveness 的人，他其实自然找到的问题啊跟机会啊，就会比只是做别人交给他工作的多很多嘛。所以这种主动思考啊、主动行动这2个东西加起来，我觉得是一个职涯成长的一个关键。尤其是越往后面走，越少人会告诉你到底要做什么。持续升迁之后，等你需要自己帮自己想，或者是帮别人想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 idea，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从以前到现在培养的一个习惯。那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很多热情啊、主动性啊，还有很多刻意练习的成果。那学长自己有没有一些小 paper 或者是好习惯可以跟大家分享？平常大家都是被工作压得很满，我自己会每个礼拜可能空出一点时间，不用很长，可能1-2个时段，然后就是半个小时或者是1个小时，然后那个时段我就是停下来，然后去想想说，我这礼拜在做点什么，回想说，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我这个礼拜最重要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我做这件事情的方法，这个东西我觉得常常去练习，会 tie back to 刚刚讲的这个 proactiveness。我觉得我刚才就是这一连串的对话，我觉得有3个重点，而且是这3个重点是息息相扣的。第一个就是热情、主动性，还有反思的习惯。其实和我之前主管教我的也蛮像的，就是先想后做。我主管告诉我，你要花60% 的精力在想这件事情上面。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想说，屁啦，我都没有时间工作了，还花60% 的时间在想，我没时间工作了。但是我后来想想，我也觉得也真的是，就是如果你一直让自己处于在一个没有习惯思考的状态下面，很容易就是像学长刚才所说的，慢慢的变得很被动。向上管理也很关键，大家常常听到向上管理这个词，但是其实真正要做的时候，很少人知道怎么做。向上管理到底要怎么管理？那有没有一些实际可以执行的做法，让主管真正的了解到我们的价值跟贡献？我觉得直觉是说拍主管马屁，这可能是我觉得对，尤其是台商，就是每次好像你讲到向上管理，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对，就是我要讨好主管啊，然后 whatever， 让主管喜欢你。我自己是把向上管理定义成怎么帮助主管成功，然后也让主管可以帮助你成功。很多时候你自己努力，然后老板不一定会看到，就是会主动跟他汇报说，我做了什么事情啊，这样子他才有办法帮助你成功嘛。Maybe 有3个事情，第一个就是 one on one 的时候，不管你是每个礼拜1次或者每2个礼拜1次的 one on one， 要主动去跟主管对齐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成果是什么，然后优先顺序是什么，然后 make sure 说你们2个是 on the same page， 然后去对齐说你真正做的事情是跟主管想要的事情有帮助。然后第2个是去渐渐的培养老板跟你的信任，比如说在 one on one 里面，然后我去问老板问题，然后我就只是说，我现在这个问题卡住了，然后请你帮我解决这样子。反过来，如果你去，我说，老板，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有想到 maybe 有可能有几种解法，你觉得怎么样？至少他可以看得出来说，你有这个 proactiveness， 老板比较容易信任你吧。最后一个可能是让老板可以更简单的把你的贡献写好，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考绩写的时候，你也把它写得更能让老板拿出去跟别人 sell， 用这3个点来帮助老板也帮助你。听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很有收获，是因为从向上管理到持续成长，到最后都是想要在职涯里面被别人看见，或者是被你的老板看见。那刚好搭上最近 Amazon 大裁员的话题，公司因为导入 AI， 然后造成原本很多需要人工处理的工作快速减少，然后其实大家在科技都是很担心有一天会踩到自己。那学长，在现在 AI 加速的时代，有没有一些建议是给一些现在的年轻工程师，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 AI 取代不了的人才？
其实 ChatGPT 说穿了，它就是一个高级的文字接龙大师嘛，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你丢很多字给他，然后他想尽办法帮你产生说，后面的字应该是什么。所以接龙大师他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我觉得不管是刚刚前面提到的解决问题 ，AI 也可以告诉你说这里有10种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每个问题它都有它的 pros and cons。其实你是需要去依照你自己的专业知识，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从里面去选其中一种你觉得对于现在这个状况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最好的解法。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可能无法被解决就是沟通能力嘛，就算是 ChatGPT 它很会沟通，但是我觉得很多沟通它其实是不是在文字上面的，就是尤其是你在公司里面去跟跨部门的人协作，就是你可能跟设计师协作，你可能跟 PM 协作啊，或者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协作，那其实这些人他跟你以前的合作的过往经验，或这些人自己心里的想法，跟他现在 prioritize 的这些东西，其实 AI 都不知道。我觉得也不可能让他知道，因为这东西的 information 资讯量实在太大了。最后我觉得可能就是 leadership 的能力吧，总和前面这3件事情去变成一个你可以去领导别人，把问题定义好，然后把解决问题的方法选好，然后跟所有人沟通完，然后成为一个大家可能觉得可以信任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不是接龙大师能够干到的事情，把 AI 当成是一个工具，然后去增加你自己的 output。讲到最后，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外包思考。然后总和刚刚前面讲那几点，就会培养出更多人的 unique 的一些能力。你要去反思，然后你也要自己积极主动，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软实力的部分，你要怎么跟跨部门进行沟通啊，甚至影响整个专案，我觉得这些都是你没有办法被取代的部分。那今天影片的最后呢，我想带大家聊聊学长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学长当初已经放弃了美国年薪1000万的工作，然后走上一条全新的路，现在回到台湾创立大大带我飞，是一个专注于职涯发展的导师平台。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学长你决定离开外商，然后开始创业？其实离开外商跟开始创业，我觉得这2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分开的。念书的时候，大家就是说你认真念书，因为认真念书之后你就可以找到好工作。开始工作之后，他就是认真工作，工作就可以升官嘛，或者你工作可以赚钱啊，或者是干嘛的，就觉得感觉过去10几20年好像人生都是在干这些东西。在 COVID 那段时间，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反思，到底人生是不是就真的只能做这些事情？但也很难想出一个东西，所以我想说，不然take一个 gap year， 然后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好了，也没有一定要认真想，但是我觉得先休息 maybe 会想到什么不同的东西。那段时间我们后来还搬去夏威夷住了很长一阵子啊，然后那时候就住在海边，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去海边走一走，然后下午再去山上散步，然后你不用去想说我这个季度的 OKR 是什么啊，然后我明天又要跟人家 one on one， 我又要 review， 也不用开会，也不用干嘛，然后就觉得超爽，然后就觉得说那感觉是过去10几20年来觉得最 relaxing 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可以继续休息，好像也很不错这样子，所以但是就休息一阵子之后，我其实想说，不然还是来找点事情做。但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说要创业，创业要成功，然后能赚钱，那个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去干这件事情，那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因为我前面那一段就是因为工作太累了嘛，所以想休息。那如果我又去疯狂创业，那就也跟以前工作的感觉差不多嘛，只是 maybe 是选了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我觉得 overall 还会蛮累的。我那时候其实想说，不是以创业为出发，我反而是想说，那如果我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可能比较 meaningful， 就算没有赚到很多钱，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那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有创业失败的问题。我就开始想说，什么事情是我觉得做了自己觉得很有意义，然后自己也觉得开心的事情，所以就开始回想，其实最后几年当 manager 的时候，觉得帮助大家成长啊，这些部分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其实这一路受到非常多人的帮助，怎么样可以也把这个东西回馈给大家，就是去帮助大家。所以我想说，那不然就是做看，做一个 mentorship platform， 然后把其实真的很愿意帮助大家的人全部找过来。我觉得比较是从这种概念出发，倒不是说怎么想要创业赚大钱啊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一开始的初心要非常的强，或者是你需要花时间去想好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钱，当然也有为了钱的 plan 嘛。那如果是为了想要帮助人，或者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道路跟方向又更不一样。影片的最后，我想要请志强跟大家分享说，你希望大家在大大带我飞这个平台可以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无论是在台湾的职场风气啊，或者是这种职涯上面的互助，
助，你最希望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带给大家什么样子的内容？我心里想的其实是一个经验传承的一个过程。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念书，念书其实是一个知识传承的过程。但是突然好像你毕业之后去工作了，工作上面遇到的人事的问题啊，然后怎么样去跟大家沟通啊，这些有的没的东西，突然就没有人告诉你。希望这个平台可以聚集一些愿意把自己以前过往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的人，就是不管是在找工作啊，或者工作上面遇到任何的问题，他们可以想到说，其实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问问看说，你以前是不是遇过类似的问题？那我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你会有什么可能从你自己过来人的角度来看 ，maybe 有什么建议啊或干嘛的？把这个经验的传承带给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希望 overall 会是一个正向的成长。听完学长的分享，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我也很开心，因为过去其实我在看到欧美有这种的职涯平台真的非常非常流行，但是现在终于看到台湾有一个平台这样子的发展，整个氛围就是非常的正向而且互助。今天这个分享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无论是志强学长在外商工作历程啊，或者是到现在开始创立自己的职涯平台，一路上来说都不是只有追求成功，而是从探索自己的下一步中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非常感谢学长今天花时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真诚又宝贵的建议，希望以上这些访谈内容能够让荧幕前的你带走一些收获和启发。如果你也正在思考职涯的下一步，或想要更了解大大带我飞这个职涯平台，我会把相关资讯放在资讯栏，欢迎点开来看看。影片的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频道，按赞这一支影片，并在底下留言你最喜欢的部分。职涯我想问，我们下次见，拜拜。